战逸晨没有说话，得不到回答，宁云初跟着沉默。他能感觉到战逸晨在看他。一会儿后，服务员上菜了，吃饭了。战逸晨总算开口，但不是回答宁云初的问题。宁云初看不见，战逸晨便帮他盛了一碗汤，放到他的面前，说道：“你先喝汤吧，喝完了汤，我再帮你盛饭吧。”谢谢二少。不客气。战逸晨也给自己盛了一碗汤，边喝汤边夹着菜来吃，偶尔会用公筷给宁云初夹点菜。宁云初平时都是叫的快餐，饭与菜是放在一起的，他慢慢的吃就可以。现在和战逸晨吃饭，他都不知道菜摆在哪里，伸筷夹菜的话，也不知道夹到的是什么菜，只能被动的接受战逸晨的照顾。如果可以避免，这辈子他都不想和战逸晨一起吃饭。你喜欢吃虾吗？战逸晨喝完了一碗汤后，放下了碗，问了宁云初一句，也不等他回答，他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夹了几只虾过来，然后剥着虾壳，剥掉虾壳的虾肉，再浇上酱料，放到了宁云初面前的菜碟子里。我帮你剥了虾壳，蘸上了酱料的了，你直接吃便行啊。老太太要是在场，看到战逸晨的举动，都得夸他一句体贴，比战印那时候好太多了。战印那会儿还要老太太暗示他，他又傲娇，不愿意承认是体贴海童，拿洋洋当借口，让老太太很想踹他一脚。谢谢二少。宁云初道谢，就他以往吃虾呢，是连壳一起吃的，也不叫酱料，因为不方便。不过在家里，他一般吃不到海鲜，他们不会给他吃的，他们给他吃的就是一碗白饭几根青菜。继父在家的时候会给他几块肉，他亲妈说他是个瞎子，看不见夹菜来吃，有碗饭吃饿不死就很不错了。战逸晨对他倒是比他的亲人要好很多。宁云初心里感激战逸晨的体贴时，也在猜测战逸晨这样做的原因啊。总不能是看上他吧？还没有失明之前呢，宁云初知道自己长得很好看，继父说他是集结了父母的优点来长，既像他亲爸，也像他妈。宁思琪就没少嫉妒他长得好看，但以战逸晨的身份，他什么美女没有见过，怎么可能看上他一个瞎子？就算真的看上了，也是短暂的，试图新鲜吧。这样想着，宁云初在心里告诉自己，千万别被战逸晨的小恩小惠一时间的体贴入微迷住了。他不会真的娶一个瞎子的，只会图新鲜。战逸晨不知道宁云初在心里筑起了防线，让他追妻之路漫长而艰难。他给宁云初剥完了虾壳后，又给他加了2块鸡腿肉，加了1筷子的鱼肉，说道：“我是个绅士，并不是施恩于你，而是我的修养让我这样照顾你，你不用觉得欠我的人情。”宁云初浅笑：“谢谢二少。二少这样做，我是真的不欠二少的人情。”“不欠。”“那我就放心了。以后他要是拿人情来说事，要他再请他吃饭的话，他就有话反驳他了呀。那一顿饭吃的还算是宾主尽欢的，结账当然是宁云初结账呀，因为是他请客吃饭。宁小姐，我送你回花店吧。”战逸晨带着宁云初出了酒店，又体贴地说要送他回花店。“谢谢二少，不用了，二少帮我拦一辆会经过我花店的公交车就可以了。”战逸晨想到他以后也要经常出门，总要面对自己坐公交车的，便说道：“那行，我带你去外面的公交站等车。”“谢谢二少。”宁云初再次道谢，和他相处，他说的最多的大概就是谢谢了。很幸运，2个人走到公交站的时候，就有一辆6号公交车来了。战逸晨帮宁云初叫停了公交车，看着他上车后，他才转身回酒店。那在酒店门前的小停车场上呢，他又遇到了他那对恩爱的兄嫂。“逸晨啊，宁小姐呢？”海童看到只有小叔子，不见宁云初，本能地问了句，他就知道战逸晨是和宁云初一起吃饭的。“回去了。”
战逸晨停下来和兄嫂说着话，他问大哥：“大哥，你送大嫂回去？”“啊。”战印淡淡的嗯了一声。“海童说战逸晨，宁小姐看不见，出行不方便，逸晨你怎么不送她回她的花店，让她自己坐车回去的？我送她上公交车的，她说不用我送。宁云初说不用她送，她就真的不送了。那她就不担心宁云初坐车回去会出事的吗？”战逸晨似是猜透了兄嫂的心思，他说道：“云初是看不见，但他在熟悉的环境里能行动自如。从春暖花开到我们公司的路，他走习惯了，也能行动自如。以后他想我了，可以随时去公司找我。”战印呵呵两声，讽刺着弟弟：“你想他都还不会想你。宁云初现在压根儿不知道战逸晨接近他是为了培养感情。战逸晨已经把宁云初当成妻子来看待。在宁云初的心里，战逸晨还什么都不是。无妨，我想他的时候，要是没空去找他，也可以让他给我送束花过来，一解我的相思之苦，像下午这样。”战印夫妻俩竟然无言以对。你自己的事，你看着办吧。最后，战印说了一句，便拉着妻子上车。懒得再管战逸晨的私事啊。是战逸晨在追老婆，又不是他战印。他等着以后喝战逸晨的喜酒就是，就不知道1年后能否喝上。奶奶给几个堂弟的期限都是1年。战印想想觉得自己还是吃亏，奶奶都没有给他时间来追妻，直接就让他和海童领证了。当然了，现在夫妻俩恩爱，战印也就不抱怨奶奶了。老公，我们去一趟春暖花开吧。战逸晨放心宁云初，海童不放心，想过去看看，确定一下宁云初能否平安回到花店。我要买一束花送给你。海童就补充了一句。战印宠溺地道，就算你不送花束给我，你想去哪里，我也会陪着你去的呀。海童飞快地亲了他一下，笑道：“我是真的想送花给你，除非你不要的话，我就……你送的，就算是一根草，我都会喜欢。”海童俏皮的道：“咱们今晚是回你的别墅里，回去后我就去后院割一把草送给你。”战印宠溺的轻捏一下他的翘鼻子。他敢送，他就敢收。他说的也是真的，就只要是他送的，他都喜欢。在去春暖花开的路上呢，战印忽然说道：“彤彤，过2天陪我参加孔老办的宴会，宴会地点是管城酒店。”海童偏头看他，笑道：“难得呀，难得战少也要参加宴会，我是听说的。战少一向不参加宴会的，能请得到战少的人家，与你们战家必定是关系匪浅。”战印轻弹一下他的额，纠正他：“以后也是你的战家啊，你会是我战家的当家太太，以后不用听别人说，有什么疑问直接来问你男人就行。”办宴会的主家是孔家，孔老在管城的商界地位超然，很受人敬重。他每年都会在管城大酒店办一次商业酒会，邀请本城商界的大小老总们参加，既是交流，也是给一些有点实力但规模还不够大的小公司谈大生意的机会。孔家与我们战家属于世交，来往密切，关系匪浅。孔家在管城涉及的生意很广，一家子都很低调，我们战家锋芒太盛，替孔家遮挡了很多。就孔家的当家太太跟我妈是手帕交。去年孔家办宴会的时间在10月份，那时候我们刚领证，你和沈小姐是跟着张太太去参加宴会的，你还有印象不？参加了宴会后，你回家还跟我说了我的八卦新闻。战印说着凑到海童的耳边，压低声音说你那会儿说我要不是弯的就是不行，现在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了吧？海童忙推开他，那时候他又不知道他的闪婚老公就是战家大少爷，听到大家八卦战少，就觉得战少不正常，就随口说了他的几句八卦，他还记到现在。怪不得就从他们成为真正的夫妻后，他每次都像头狼似的，就是为了证明他很行吧。2天后吗？海童问着时间。
刚好是周日的晚上，明天就是周六了。海童说到，很多人办宴会的时候，都喜欢选周五或者周六，隔天可以休息。孔家筹办的这商业酒会怎么选在了周日的晚上？战印笑道，这种商业性质的酒会，当晚谈妥了合作，第二天是工作日，正好可以付之行动，不是更好吗？你和表姐投资的项目也在进行中了，你们也可以拉拉生意的。你说过不用我帮忙，那就让你自己去谈合作吧，我就看看不说话。他不喜欢他帮着，他就不帮，看着。他需要他帮忙时，一句话，他马上出手。对哦，那小飞会不会也来啊？战印沉吟片刻后说道，以往吧。孔老办的宴会，我先出现，商无痕就不会太快过来。等我走了，他才会来的。我们很少同框，容易针锋相对，闹得不愉快，孔家人也难办。所以我与商无痕就是分先后去。要是其他人家办宴会，请了我就不会请商无痕，请了他也不会请我，就避免我们俩干起来。海童，我也没看到你们俩闹过呀。可能是他还没有真正的踏足商界，就算踏足商界，他投资的和他们战士投资的不一样，依旧不了解他们的生意。现在看在你的份上，不会闹得太难看的。战印揽着他的肩膀，把他的头按靠在他的肩膀上。童童，你在乎的人，我也会看重。谢谢。海童动情地搂抱他一下。小军和苏总的订婚宴应该也在这个3月就办了吧？这个月我要出席挺多宴会的。新年过后，挺多人婚嫁。海童今天主要是回老家办事，还没有问沈小军订婚的日子。战印却是知道的了。他告诉他，沈小姐和苏南订婚的日子在3月20号。很快了，现在都10几号了。他们俩的订婚宴估计也会办得很大的，苏家的亲朋戚友很多，就算与苏南家里交情不深的人家，也会看在苏家主父子俩的面子上送去贺礼的。毕竟很多人都有用到苏家信息网的时候，他们俩的婚礼也会在我们之前啊。战印继续说道，有可能在5·1前或者5·1后就办婚礼吧。苏南说订婚过后就去登记领证，他急得很。他和海童是先领的证，挑选的好日子办婚礼。迟一点他不急，苏南和沈小军是按部就班的，苏南自然急了。海童理解的笑，哎，夫妻俩说着话呢，很快啊便到了春暖花开。阿七，你们不用跟着。海童吩咐着阿七，他和战印2个下车进店，发现宁云初还没有回来。海童让店小妹给她包一束花，说是送给老公的，顺便等着宁云初。店小妹帮海童包扎好花束后，宁云初就回来了。宁小姐啊，海童叫了她一声。宁云初听出海童的声音，马上就挂起了惯性的微笑。是大少奶奶呀，我下车后就感觉我店门口挺多人的，还在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，原来是海童来了。应该还有战大少爷吧，他们没有下车，你怎么感受到他们的存在？宁云初笑笑的道，他们看着我呀，我感受到了他们的注视。海童也笑，这个女孩子真的很细心。哎，大少奶奶买花吗？买束花给我老公。海童看看宁云初抱着的花束，笑得有点暧昧。云初淡定地把花束放回收银台上，问店小妹帮海童包扎好花束了没有？包扎好了。云初嗯了一声，问清楚海童是按照多少钱的价位买的花束。云初对海童说道，大少奶奶，我给你打折，给我200块钱就行了。宁小姐，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，不用给我打折的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海童给足了钱，不让宁云初给他打折。宁云初想退他一点钱，他不要，无奈宁云初只得收下了。然后他送了一盆小盆栽给海童，海童领了他的情，免得他觉得过意不去啊。战印在场，他在外人眼里依旧是高傲冷冽的，浑身散发出来的气场大，让花店里的几个人很不自在。海童便没有久留，
把花束送给他家男人后，就拉着战印告辞了。从春暖花开出来不久啊，天色暗沉下来，海童就打了一通电话给姐姐，又和外甥胡扯了一会儿才挂电话。洋洋等小姨挂断电话后想玩手机，可惜手机被妈妈拿走了。妈妈，我想看小猪佩奇。海玲边把手机揣回裤兜里，边说道：想看动画片呀，妈妈开电视给你看，不能用手机看，看电视也只能看半个小时。洋洋嘟嘟小嘴，见妈妈已经拿来了电视的遥控器，开了电视，他只得妥协地道：好吧。给儿子开了电视后，海玲又进厨房里剁饺子馅，等会儿包好饺子放在冰箱里，明天早上再蒸吧。门铃却响了起来，妈妈，我去开门了。洋洋听到门铃响了，马上就对妈妈说道，然后他搬着一张小凳子去开门，海玲就由着他去开门。不过他还是从厨房里出来，走过去看看是谁来了，连手里的菜刀都没有放下。租房的门开了后，看到站在屋门口的周红林和叶佳妮，海玲的脸色就冷了冷。周红林看到是儿子来开门的，很开心，正想抱起儿子时，看到前妻操着把闪着寒光的菜刀站在儿子后面。周红林有点怂地对前妻说道：海玲，我们过来看看洋洋，顺便给你送请柬。房子翻修进行到一半了，他问过装修师傅，得到了完工的日期，然后敲定了他和叶佳妮办婚礼的日期。叶佳妮迫不及待地让他请人写好请柬，然后逼着他一起过来给海玲送请柬。周红林清楚前妻心里早就没有了他，却还期待着海玲收到他和叶佳妮结婚的请柬时能够酸上一酸。怎么说，两个人也认识了10几年，相恋多年，也当了几年的夫妻，海玲就真的一点都不介意他和第二个女人举行婚礼。海玲，我们给你和洋洋买了点吃的，还有给洋洋的玩具。我也给洋洋买了几套新衣服。叶佳妮态度也很好，她还想从海玲这里打探消息，站哨那里是否查到了动物园事件的幕后黑手。爸爸，洋洋叫着周红林，小家伙扭头看了看妈妈后，最终是伸手让周红林抱他。海玲弯腰拿起小凳子，转身就往回走，但冷得道：进来吧。周红林夫妻俩才敢进屋。洋洋想爸爸吗？周红林就问着儿子。洋洋不想爸爸。洋洋是个实诚的孩子，他就觉得他不像爸爸，就说了老实话。周红林，洋洋怎么不想爸爸？爸爸好伤心呀。那洋洋想谁了？陆叔叔。周红林一脸黑线。那个姓陆的这么快就把他儿子的心抢走了。他不甘心地问着儿子，洋洋为什么会想陆叔叔的？洋洋还是老实地答道，陆叔叔送了洋洋积木。洋洋拼装不出来，妈妈也不会，但陆叔叔会拼，洋洋就想陆叔叔了，想让陆叔叔教他拼装积木。陆叔叔送了什么积木给洋洋玩？拿出来让爸爸看看，爸爸帮你拼。洋洋马上自爸爸的怀里滑落在地，然后跑到一个架子前，那个架子上放满了玩具。洋洋拿来那盒他一直没有拼装成功的乐高积木。周红林看到那套积木后，在心里暗骂陆东明阴险。洋洋才多大呀，都还不足3周岁。就算洋洋很聪明，这种高难度的积木，洋洋哪能拼出来？那陆东明就是故意送高难度的积木给洋洋，他有机会教洋洋拼积木，也能借此来接近海玲吧？不要脸啊！利用洋洋来接近海玲。周红林在心里把陆东明骂了万万遍。海玲请夫妻俩坐下，给他们各倒了一杯温开水后，说道：我忙，你们把请柬放在这里就行。那天有时间了，我会带着洋洋去喝你们俩的喜酒的。他们不怕他砸场子，敢请他去喝喜酒，他就去。他怕什么？当然呢，他也不会砸场子。有着不甘心的人才会去砸场子，他没有什么不甘心的，反而庆幸自己能和周红林离婚。周家那样的家庭，就让叶佳妮好好的享受吧。
他敢说叶佳妮其实也后悔的了。有周母和周红英那样的大姑姐，没有几个女人能忍受的。只是大家都知道了叶佳妮是当三的，她不嫁给周红林也难以嫁个好人家的了。况且叶佳妮总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来看待周红林和海玲的离婚，她要是不嫁周红林，她就不是胜利者。海玲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叶佳妮挤着笑问着海玲，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得到你的吗？不必了。海玲拒绝她的帮忙。叶佳妮还是厚着脸皮跟着海玲进厨房，看到海玲是在准备饺子馅，她是帮不到忙。海玲，早上我去你的店，哎，你不开门的，是不是有什么事？叶佳妮问着。海玲看都不看她，反问她，与你何干呀？叶佳妮一噎，半晌，她试探地问道，海玲，站哨那里有没有那些拐子佬的消息了？我们问过警方，警方说还没有抓到拐子佬。想起那天的事，我现在都还会两腿发软。幸好洋洋没事呀。海玲看他一眼，这件事交给警方处理，有后续警方会说的。周红林这个当爸的，在事后也就是打电话问了问洋洋晚上会不会做噩梦，然后就是去了彤彤那里道谢，其他的都没有问。叶佳妮这个后妈倒是关心这件事的后续了。海玲才不相信叶佳妮是没有目的呢。周家是想重新争夺洋洋的抚养权，叶佳妮知道她是逃不掉当后妈的命运，摆出一副关心洋洋的样子做给周家人看。这个女人当初很嚣张的呀，她和周红林婚礼都还没有办呢，就认为她生不出孩子了吗？叶佳妮说到，站哨身边的苏总特助打探消息很厉害的，我以为他们比警方厉害，先找到拐子佬，让警方把那些杀千刀的捉拿归案呢。海玲剁着肉馅，没有再答话。就算有消息，她也不会跟叶佳妮说。洋洋的抚养权，她当初不放弃，现在和以后更加不会放弃。海玲不想搭理叶佳妮，叶佳妮也问不到有用的消息，只得悻悻地回到了周红林的身边。同时呢，也在打量着海玲的租房环境。租房不算很大吧，但被海玲收拾得干净整齐，布置的也温馨。那叶佳妮不得不承认，在持家这方面，海玲是比她要好很多。周红林教着儿子拼装积木，他平时鲜少陪伴儿子，现在看着一堆散乱的小积木，再看着那张图纸来拼装，他发现是真的很难。让他拼嘛，他肯定没有耐心。你会不会拼的啊？叶佳妮问他。你会啊，你来吧。周红林正头痛着呢，听到妻子的话，他没好气地说了一句。洋洋抬头看向叶佳妮，又看向爸爸，他问出了他心底的疑惑。爸爸，这位叶阿姨为什么总跟着你？周红林一愣，他还没有回答，叶佳妮就刻意温柔地说道，洋洋，我是你爸爸的老婆，你也可以叫我做妈妈的。我有妈妈，你不是我妈妈。洋洋马上生气地反驳着叶佳妮。那海玲呢，听到叶佳妮的话，也从厨房里出来。妈妈。洋洋起身跑到海玲的跟前，抓抱着海玲的大腿，扬起小脸，紧张地道，妈妈，你是我的妈妈，她不是我的妈妈啊。海玲抱起了儿子，冷着脸说着叶佳妮，叶小姐，洋洋有我这个亲妈就够了，不需要你这个后妈。周先生，请你带着你的老婆离开。周红林有点尴尬地看着前妻和儿子。叶佳妮说道，海玲，我是洋洋的后妈，后妈也是妈啊。我那样说有什么错？洋洋还是红林的亲生儿子，我是红林的老婆，我说我们和洋洋是一家三口都是正常的。佳妮，周红林低喝一声，然后一把拉住了老婆的手，对海玲说道，海玲，我们先走吧。就赶紧拖着叶佳妮出去，生怕叶佳妮和海玲吵起来。砰一声，门被周红林关上了。等那对讨人厌的夫妻走后，海玲抱着儿子在沙发前坐下，解释着，洋洋爸爸和妈妈已经离婚，你爸爸又重新结婚的那个姓叶的，的确是你爸爸的老婆。
名义上来说，她是你后妈，不过你不用叫她做妈妈，你的妈妈只有我。洋洋不懂离婚和结婚的是妈妈的解释，他听不明白，但记住了妈妈只有一个。妈妈说因为离婚了，所以母子俩不再和爸爸一起住。洋洋似懂非懂的，妈妈，你为什么要和爸爸离婚？海玲摸摸儿子的头，温和地道，洋洋，这是大人的事，你还小，理解不了，也不用问，你只要知道，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，都还是你的，永远都不会变。洋洋又似懂非懂的，洋洋，你自己再玩一会儿，妈妈去做事，好吗？洋洋点头，奶。看到散落一茶几的积木，海玲帮儿子收拾起来，边收拾边说道，这套积木你要是拼不出来，收起来，等你再长大一些就可以拼出来了。明天陆叔叔来了，让陆叔叔教我。爸爸刚才陪着他拼都拼不出来。洋洋觉得还是陆叔叔厉害。他第一次想念陆叔叔了。陆东明要是知道洋洋这么想他会受宠若惊的。周红林给洋洋买来的玩具以及衣服等，海玲翻看过后呢，就让儿子拆开来玩了。海玲重新回到厨房里忙活，却总会想到叶佳妮的态度。叶佳妮是不可能喜欢洋洋的，因为洋洋是他的儿子。以前周家人要来看洋洋，叶佳妮知道了，脸色都难看至极。最近叶佳妮怎么会改变态度的？不仅不阻止周家人来看洋洋，还会陪着周红林过来，更是给洋洋买新衣服，这有点古怪。要说周家想重新争取洋洋的抚养权，叶佳妮想着和洋洋培养感情，完全可以等周家争取到抚养权了，他再和洋洋培养感情也不迟呀。叶佳妮还打探战印那里是否有动特园事件幕后黑手的消息，要是周红林打探几句呢，海玲不会怀疑周红林好歹是洋洋的亲爸。海玲越想越觉得叶佳妮有问题，她暂停剁肉的动作，清洗干净双手后，就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战印。战印很快就接听大姨姐的来电。姐，战印声音低沉，大姨姐跳过海童，直接打电话给她，肯定是紧要的事。战印的表情都是严肃的。战印，你在忙吗？姐打电话给你，会不会打扰到你啊？姐，没事，我和彤彤回家了，今晚没有应酬。姐，怎么了？听说妹夫并不在忙。海玲把自己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告诉了战印。战印，我总是觉得叶佳妮有点反常，你说会不会是他策划的抢孩子事件，想把洋洋抢走卖掉，那样他生的孩子就成了周家的独苗苗了。海玲会怀疑叶佳妮，只会想到叶佳妮这样做的动机是自私恶毒，猜不到叶佳妮是被别人威胁逼迫，更猜不到对方真正要对付的是他的妹妹海童。叶佳妮怀孕了吗？战印低沉地问道。听姐这样说，姓叶的事有点反常。反常即有妖。事发那天他是什么反应啊？姐有没留意到吗？我没留意他，当时我都被吓傻了，没有留意叶佳妮的反应。不过我记得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话。听海童说，周家人上门道谢的时候，他也没有跟随。周红英这个大姑姐过于极品，叶佳妮不想陪着婆家人登门道谢，倒也说得过去。只是不怀疑的时候，叶佳妮看起来很正常，一旦怀疑她了，就总觉得她的所有事情都是反常的。姐，我会让人去调查调查她，在事发的前后有没有见过什么人的。查到有结果了，跟姐说一声。好，要是有结果了，战印肯定会跟大姨姐说一声的。他们都锁定了宁总夫妻俩。倒是没有怀疑到叶佳妮的头上去。以叶佳妮的能力，她是没有这种本事策划的，但不妨碍她和别人合伙。去动物园那天，周家人和海玲他们明明已经走散，各玩各的了，却是叶佳妮非要等着海玲他们一起去海洋馆看表演，这一点就耐人寻味了。结束通话后，战印马上联系苏南，把大姨姐的怀疑告诉了苏南。苏南说道，我也刚收到一个消息，正想着和你说说呢，你就打电话给我了。
什么消息？战印低沉地问道，是与洋洋被抢有关的吗？是的啊，我哥告诉我，查到了宁太太在20几年前认一位黑道大佬为干爸，不过那位大佬落入警方手里，已经被判处死刑。那位大佬手底下的那些兄弟，有些跟着落网被判刑，有些呢不知所踪，怀疑那些手下是被宁太太收了。那位大佬当初手底下的兄弟们个个都是亡命徒，心狠手辣的，人数也众多，如果被宁太太收了，洗白成保镖都能组成一个大公司。只是20几年前的事，我们想查到那些人的下落也困难，还需要一点时间去证实，而且过了20几年，当年那些兄弟估计都老了，但不妨碍他们培养新鲜血脉。宁太太曾经是那位大佬的干女儿，也就是那些人嘴里的大小姐。宁大太有这样的胆量收用他们的话，他们必定会对宁太太忠心耿耿。宁太太让他们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。战印沉声说道，我们锁定的就是宁总夫妻俩。听你这样说，90%是宁太太在背后策划操纵的。宁二还在拘留当中，彤彤也起诉宁二了。按彤彤提交的证据，宁二是要被判刑的。宁太太向来宠爱宁二，夫妻俩把宁二视为掌上明珠，宠爱超越了他们的儿子，为了替宁二出气，报复彤彤，他的动机最明显。苏南就说道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哎，你说的周红林那个小三也不能排除，说不定宁太太和那个小三联手的呢。小三已经是周红林的老婆，她跟着周家人接近洋洋最方便，也能随时把洋洋的行踪透露出去。战印，我让人查一查那个小三，他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叶什么呢？叶佳妮。好，我记住了，我马上让人去查他，别让他知道，也别打草惊蛇。表面上还要维持着现状，让幕后黑手以为我们查不到真相，把那件事当成了意外，他们才会放松，说不定还会再实施阴谋。战印想着，要是有证据了，就布下罗网，引对方入局，然后将对方一网打尽，那是最好的呀。我办事，你放心。战印笑笑，你办事我最放心的了。恭喜你求婚成功了，谢谢，我的订婚宴你一定要到场哈。战印笑道，那是自然的，咱们可是铁哥们啊。我和小军的婚礼必定在你们夫妻俩之前，我让我妈尽量挑5·1前的日子，那样我就能早点抱得美人归了。现在都3月中旬了，5·1前的日子离现在也就1个月左右吧。对了，战印，我和小军婚后要去度蜜月的，你给我批2个月的假。蜜月不是1个月的吗？你要2个月吧？战印觉得2个月时间太长了，那没有苏南在公司的日子，他不好过的。苏南理所当然的道，我新婚燕尔，你侬我侬的，哪有心情上班？怕上班出差了导致你公司损失，所以我想要2个月的蜜月期。你要是觉得我的假期长了点，可以把我的年假也一并休了。战印，行，2个月就2个月吧，年假留着你过年用。这么多年来，你为战氏集团做牛做马，功劳最大，也最累。你结婚，给你2个月的假期，好应该的。苏南不仅在公司里是他的特助，私底下还帮他处理很多事情。这不，他刚刚才拜托苏南去调查叶佳妮呢。苏南呀，他也得罪不起，提前谢谢你，你真是个体贴下属的好上司。苏南拍起马屁来。战印笑道，行了，别拍了，咱俩谁不知道谁，你约会去吧，天天泡在蜜缸里，甜死你。哎，小心得糖尿病啊，你天天泡在蜜缸里，也不见你得糖尿病。我这才开始呢，怕什么呀？我约会去了，我家小军喜欢吃火锅，我带他去吃火锅。苏南说着就挂了电话。他和沈小军是经常出去吃火锅的。老公吃榴莲了，要吗？海童开了一个榴莲，把榴莲的肉都放在一个碟子上，然后端出来，边走向战印边问他，
战印却是闻着榴莲味就色变的人，马上站起来，边走开边说道：“老婆，我不喜欢榴莲这个味道，你在那边坐着慢慢吃就行。”哎，海童打住脚步，不喜欢吃呀？哎，那我自己吃了。其实啊，吃习惯了就觉得好吃。我最初也不喜欢这种味道的，现在挺喜欢的。她嫁给战印后是没有买过榴莲吃。孤儿并不知道他家男人不喜欢榴莲，我觉得臭死了。榴莲是喜欢吃的人很喜欢，不喜欢吃的人觉得臭死了。海童也不勉强他，坐得远远的，边吃边问他：“刚才我姐打电话给你说什么了？”他听到他叫姐的，就能被他叫姐的人，除了他亲姐就是商小飞。姐怀疑叶佳妮可能与抢洋洋的那伙人是认识的。就是说那件事可能是叶佳妮策划，或者和别人联手。海童看向坐得远远的丈夫叶佳妮，我已经让苏南去调查他，有消息再跟你说。彤彤，我嗅觉太好，实在闻不得这种味道，我先出去吹吹晚风。战印说着，起身就朝屋外走去。海童失笑，有那么难闻吗？他吃了榴莲，唇齿留香。他今晚也别跟他同住一室了，自己到书房去睡吧。叶佳妮不知道自己陪着周红林给海玲送去请柬，多嘴的问了几句话，就让海玲怀疑他了。他被周红林拉着离开海玲的租房后，就黑着脸甩开了周红林的手，扭身就走。周红林跟在他后面说着好话哄他：“老婆，咱们还年轻，婚礼都还没有办呢，咱们肯定会有属于我们俩的孩子的。你别在洋洋面前说你是他的妈妈，海玲肯定不喜欢听呀。”周红林边走边说道：“洋洋是小，可他也有3岁了，他知道你不是他的妈妈。